这个都唯一。还去日本吗？去啊。雪白的天色忽而就烟霞，飞鸟想飞走，甚至不喧哗，眼睛要流泪蜡烛要融化，何必要不疑有他？谁知明天遇见我，别让今天叫住我。没想到一些天地都容纳不下的抒发，心里就烧起烟霞。没去过心上人流浪的白发天涯，哪里都群解散了，都解散半年了，你才问呢？面目全非的真假，这雨早沉浮在泥沙，喜怒哀乐眼泪多少要起炸过不少的牙，他知道。雪白的天色忽而就烟霞，飞鸟想飞走，甚至不喧哗，眼睛要流泪蜡烛要融化，何必要不疑有他？谁去明天遇见我，别让今天叫住我。没想到一些天地都容纳不下的抒发，心里就烧起烟霞。没去过心上人流浪的白发天涯，哪里懂情月时光，没看过感情千万次面目全非的挣扎。Hello， 酷狗。早沉浮在泥沙，喜怒哀乐眼泪多少要起吵都不上的牙，他是他。瘦了好多。我一天我现在就吃2顿饭，在光芒中醒就觉得说太胖了。忘了沉睡多久，然后也不正经吃饭。梦的夜空然后我看那个网上说，那个划过多温柔，一个人他有饥饿感才会瘦。早遇过情，热恋后安静，专注的滋味。头上是什么？头发是那个夹头发的，就是两边太长了，这样能固定。不行，我两边太短了，固定不了。
可以烫一下服帖。我最近是在留头发，哎呀，我两边也剃的比较短，但最近是想留一下头发。短青山，我是那个什么，我是想改变一下形象，有点效果，角度的问题。这么的角，脸就没瘦啊。这样就没瘦啊，对不对？角度的问题，但我最近确实是有在努力健身了，不是有在努力的那个减肥了，没在健身。人瘦了就显年轻，人胖了就看着就不精神。我就说等我减一减。记住。饿死了的话，超级饿。屠夫的酒吧在哪儿？屠夫的酒吧在去年8月份就关了。不打王者吗？我不打，我不在直播呢吗？我在减肥增肌，加油！我在努力减肥。加油加油！减肥确实对身体好啊。人影匆忙，别忘了抬头眺望。你看树叶疯长，每天的夕阳都不一样。一辆列车向前方，去北京哪里可以偶遇啊？北京的话，北京你可以去一个酒吧，能偶遇到我觉得能偶遇到我，叫安妹的，在那里边应该能偶遇到我，因为有的时候我去那边。屠夫一直在深圳吗？没有，我在北京。2个百分点，那很厉害。我是光痛苦，但
重量没减下去。我的眼终于失去你的在等余晖，一点都减不下去，哎，愁得慌。会出现如果真的实现，爱能没听清啥酒吧叫俺妹的，明天是我记错了吗？之前在深圳开酒吧，是我之前是在深圳开酒吧，现在在北京，很奇怪吗？这个叫俺妹的酒吧。减肥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啊，这想吃东西啊，就觉得不吃东西心情不好啊，就不吃东西就会烦躁啊，很烦躁。然后我也说有没有那个科学的方式啊，然后那个网上都说那个你必须得有饥饿感，你只有饥饿感你才能减下去啊。这个太夸张了，对，就是硬忍，确实就是，反正也没啥好吃的，对，晚上10点多好饿，晚上10点多到早上我就特别饿，我一般晚上都睡不着，饿的睡不着。我一般都是熬到早上，然后吃个早餐就睡到下午，然后一直到67点钟吃一顿，然后早上6点到晚上6点各吃一顿。太难熬了。我现在今天就也吃了点面包。吃一点碳水就可以了，肉可以吃，肉你还得做，我也懒得做。反正我身边有好多人，他们一天就吃一顿，然后吃的还非常少，然后1个月就是半年减掉了1半的体重，我的天！对，阿妹的，你拼的是对的。他是他，去门口蹲。啃半个玉米，玉米会更饿，就索性就不吃了。我现在就是天天躺在床上，躺在床上就没有那么消耗能量的那种感觉，就不想吃。你要是运动的话，就很想吃。目标多少？目标没目标，再瘦一点，起码没有双下巴。我现在双下巴太严重了。减吧，减肥。他是他。其实我在镜头上还行，还没有那么胖
我觉得我比一般人要显示，就是还算是那啥，但我觉得上镜的话，不是上镜就是新剧的角色可能还是要瘦一点。没想到天地间有我不写的书法。新剧叫什么名字？新剧还没出来呢，你知道叫什么名字有什么用呢？还没出来呢，还没拍呢。因为我是你的粉丝，还没拍呢。好像瘦了，就再瘦一点，再瘦一点，瘦，要瘦，瘦一点，瘦一点显年轻。去健身房吗？不去健身房。不吃东西就好，管住嘴。现在120斤，你多高啊？120斤。1米55，120斤，那还行。1米55，120斤，你是1还是0啊？天地间都容纳不下的说法。1米85，120斤，1米85，120斤不算胖啊，我就不算胖，我个子在那儿呢。主播是0吗？主播不是0，你0.5啊。小个子1好找对象吗？这我挺好奇的啊，小个子小个1米55的1好找对象吗？感觉你想象，我没有想象啊，我现在就是没什么情绪，饿的。主播多高？主播1.75米，指定不好是吧？主播1.75米也不好找，现在大家对的幻想都是1.8米、1.78米。1.75米也不好找。双眼皮割的不好，是没割双眼皮啊，割双眼皮不是这个效果呀。天地间容纳不下的说法，壮的背也宽，挺好。那你就做0呗，不喜欢做0吗？你不喜欢做0吗？你要是做0的话，我觉得你很吃香。一般的都会喜欢1.55米的0啊。有推吗？没有推。
没有那小玩意儿，就是主播其实我来北京以后，我就发现身边好多人都是开放式关系，然后都是那种多人的那种，然后我才发现好像我的思想比较老旧了，就是会，毕竟玩儿真的挺大的。我能接受，但不喜欢110啊。你不喜欢110的原因是什么呀？你不喜欢110，就是都会有个原因嘛。你不喜欢110，是觉得麻烦，还是心里会觉得哎挺脏的？脏脏的哦，看我被抛弃的视频啊。现实当中我比较渣，脏脏的哦。确实，我其实我刚进圈子的时候，我也觉得脏脏的。现在我都觉得不像那帮人一样就可以，就是很不介意这些东西。我也有的时候也觉得脏脏的，而且我是有严重的生理洁癖。就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就是我觉得，就如果说他跟别人搞，我就很排斥，就是比如说他出轨啊之类的，但是可以给人带来很多启发。你说我的视频是不是？他就有意义了，有的人可能看我的视频就看个热闹，给你带来启发，那说明你看进去了。就有洁癖，我到现在我都觉得说，哎呀，特别是这个圈子里吧，就是特别是一线城市的人，可能，哎，没事出个轨啊，约一下啊，我都觉得我都挺难接受的，我都挺难接受的。虽然说我身边有好多人都约，他们其实，在他们眼里，我可能也进圈很久了，也不应该思想这么保守，但确实我挺保守的。传染病啊，性病啊，我觉得太夸张了。天地有那不下的说法。视频里有3个人，你喜欢哪一个？3个人都不是我的菜。视频里其实有4个人，第4个算是我的菜啊，跟你们想的完全不一样。我演的角色跟我本人不太像，就你们都没想到，就是你们最看不上的第四个类型，其实才是我的菜。前3个其实现实里面都不算是我会选择的，第4个我可能有80%会选择，因为我喜欢年纪小的。那你觉得是你觉得呀？你现实对象都觉得很不瘦啊，因为瘦的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瘦子，然后瘦的不喜欢我，就我喜欢猴儿，猴儿喜欢肌肉男，真是。对，我也不瘦嘛，所以就是我想找猴子，我想找肌肉的人，你不喜欢我，童年的不行吗？童年的咋说呢？
就没有那么喜欢，我还是喜欢年纪小的。我在深圳的时候，我谈了很多段快而短的感情，都是大概是99年到00后，对，所以在就是喜欢那个类型，没办法，这次准备演个啥角色？这次准备演一个，因为这次可能有2个角色，一个就是一个比较搞笑的一个中年悲惨的一个中年悲惨零，我又要演零了。要么呢就是演一个中年话少义，反正就只能演中年。喜欢吃小孩，对，我就对小孩感兴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你看我谈最多恋爱的都是小孩儿，然后唯独超过2年的也是小孩儿，就是骨子里就是喜欢小孩子。昨天我们还聊呢，前天我们还聊呢，就说，哎，那个我身边都没有那种爷们儿的人，就我身边没有那种特爷们儿的人，就特爷们儿的人不会在我身边就是做朋友之类的。就我特讨厌那种就是像就你们特喜欢那种就是那种特爷们儿的那种大爷们儿，然后就东北大猛男那种，我不太喜欢，我喜欢温柔的。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你有的人看朱亚文啊，看见那个什么那个啊，看到那些就是硬汉角色呀，张涵予啊什么，就都不行了。我完全不喜欢，什么马东锡呀都不太喜欢。对，就甚至就是朱亚文和那个张涵予，我都特别反感。还有一个叫于震的呀，哎呦我的妈！就这种，哎呀，就是让我会反感的。就是如果我身边有这样的人的话，不，我身边肯定没有这样的人。就骨子里的不喜欢那种，喜欢可爱的，是的，喜欢温柔可爱的，喜欢就哪怕他年纪比我大，但是我也喜欢就是气场比较弱的人。我喜欢气场弱的人。但你要气场强的话，我也不是说就是就不能相处，但是我觉得不会长久。什么人？什么人？你啥时候带我去？啥时候带我健身呢？你住哪里啊？我不住惠州，你们可以看我的地址，我在北京十里铺啊啊！你住在十里铺啊？我之前也住那儿，我住十里铺什么？我之前住十里铺啥地儿来着？就离那个6号线比较近啊。能带你去练肩，有机会。喜欢弱但是要听话的。弱的为什么不听话呀？弱的就一定会听话呀。怎么又回去了？我会觉得说，因为我去不去我不知道呢。明天去不了，明天肯定去不了啊。就是到周一差不多吧，周一你再约我啊。就是我们那天聊天的时候，我们喝酒聊天的时候，
然后我们还说起这个事儿呢，他也有身边人问我说你怎么回来了？然后我就跟他们解释，我说本来我就是做传媒行业的嘛，做传媒行业的话肯定是在北京嘛，但是阴差阳错的，就是我觉得每个时间段的心境不太一样。我30岁的时候就想去做生意了啊，就想去做生意，那我就有这个机会，阴差阳错的我就去做生意了。然后做生意之后呢，其实大家身边的一些朋友也在说，那你尝试一下就回北京吧。但是因为我的个性比较就是执拗嘛，我想着说把这个事情征服之后我再去放弃嘛，所以我就做了三年半，将近4年。后来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啊，就是其实我刚做几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可能我不太适合，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然后我就想办法，就是及时止损呗。我就想着说，那实在不行，就是把这个酒吧转出去。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有了就是一个合伙人，一个投资人，然后他就给我投了很多钱，就这样，我就算是用别人的钱去历练了3年半。我觉得老天安排的真的是对我太好了。然后我就经历了这3年半的时间，现在也就你们看过《三生三世》吗？就那个白浅要那个去历练，下凡历练，我这就有这么个历练，所以我就觉得现在也该回来了，对吧？就回来了，我觉得老天对我真的是太好。就是我想做什么事儿吧，哎，好像都给我安排的特别好，嗯，对，都给我安排的特别好，上神了，所以我算是特幸运的一种人啊，想干嘛就去干嘛了啊，特随心所欲。现在想回来也回来了啊，就很，有的人就说，哎，那你不是在深圳吗？就说这种话的人可能就不知道，就是说，人要是自由的，你去哪儿轻而易举啊，不被任何事牵绊。因为本身我就是一个特自由的一个人，想法特别多的一个人。那我要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我不会做自媒体啊，我不会拍剧啊，我不会发歌啊，对不对？所以不一样的，每个人的生活状态不太一样啊。瘦了，真的瘦了吗？你们别在那块儿忽悠我，我才没吃饭几天呢就瘦了。天地间容纳不下的说法。我最近在用16+8，什么叫16+8？减脂的方法吗？天地间容纳不下的书房，看直播感觉自己水逆都散了，我不觉得有什么水逆。我从来也没觉得自己有过水逆，我不知道水逆是怎么个说法。我觉得为什么要有水逆这种说法呢？我觉得现在的人就是把这些东西都看的就是特会安排，然后就自己就是这有什么事儿就说水逆了啊，
把它定义一下，我不觉得人生有什么水逆，我觉得你不成功就是因为你没准备好，然后你倒霉的话，那就是你之前做的事儿可能没在乎结果，现在结果都出来了，所以我从来也不觉得有水逆啊什么的。就像我，其实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就试着跟小薇就开始买那个买彩票嘛，买刮刮乐买彩票，我就不中啊，我从来我也没中过。那我觉得我为什么不中呢？我不会觉得这是我水逆，就我就觉得我不应该，就是不应该不劳而获呀。我觉得我所有获得的东西都是我努力之后才获得的呀，你必须得牺牲一些东西才能获得。我什么水逆不水逆的这种说法，就在我身上是没有啊，从来咱们也没中过奖，也没有幸运过。就所有的幸运，我觉得都是源自于。就是你可能之前做了什么事儿，可能当下没有产生的结果，后期产生了啊。就比如说我有投资人这件事情，可能我拍完芝麻之后1年多，这个投资人才出来啊，我都不觉得这是我什么幸运之类的，因为你得让子弹飞一会儿啊。对吧？你得让这个片子播一段时间啊，就是你火了，你有人知道你的片子，有人知道你这个人，知道你的在做的事情，才会有投资人。但是我觉得你持续的在做，肯定会有人想去帮助你投你，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他们就说：“那你为什么这么拼？”我说因为我觉得只要我在动的时候，我就特别顺。如果我待着的话，我就不顺。我有好多好多的想法，太喜欢充实的感觉。现在每天就在家躺着减肥，人家都是运动减肥，我是躺着减肥，然后就把自己就感觉那个状态就特不好，但是也得减，纯粹是为了身材减。我30岁之前没有人管我叫叔叔，现在就到处管我叫叔叔。天地间容纳不下的说法。这两天写个剧本，然后被制片人 pass 掉。30岁之前娇嫩，30岁之前也不娇嫩，30岁之前可能瘦就显得状态好，30岁之后就是我就是一个私企个体的一个老板嘛，弄的也是就可能我前2天，然后我把一个就是我曾经伤害过的人的微信加回来了，然后我为什么加他，他也问我这个问题，他说：“哎，你为什么加我微信啊？”我说：“那个因为那个时候我跟这个我伤害的这个人，我跟他偶遇，然后在一个酒吧里边，然后他就坐在我旁边桌，然后敬酒，他没跟我喝酒，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哎，其实你那天不跟我喝酒，我其实挺有挫败感的。”然后我就说那个时候酒吧刚关，心情也不好，然后身边的人还都远离我了之类的。他说那个
确实啊，身边人都说你不好，对，确实啊，身边人都说你不好。然后我当下我也无法反驳，就是因为他身边人都跟我有关系，然后都可能没跟我在一起，就是就他身边的所有人都跟我有那个有一些情愫，然后最终呢，我都没选，我的评价确实是不高。那我觉得这个我也不会内耗嘛，但是我就说我在深圳的时候到底做了多少孽呀，情债。小孩子会怨恨你一辈子的，我觉得，小孩子会怨恨你一辈子的。天地间容纳不下的说法。所以咱们封心所爱了，咱们不找了，咱们不处了，哎，咱们不处了，就单身挺好，封心所爱，我3年内我都不找了，啊，我就把话撂在这儿，我3年内我绝对不找，然后咱们要找就找一个就是什么样的呢？就3年之后咱们找一个什么样？找一个就是灵魂伴侣啊，灵魂伴侣。我最好是我就是不找了呀，就是不找了，因为我跟你们真的不一样，就是我其实我这次来北京呢，很多人会跟我就是聊到情感，然后他们就说那个就是他们会觉得说感情里一定要睡到，人家才会就是甘心，就是这句话我就会觉得说，因为我在感情里呢，我在感情里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我觉得感情不对的话，我就不会跟别人发生关系的那种人。对，我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跟别人在了解的过程当中，我都不会发生关系啊，都不会发生关系。这对于一些在意肉体的人，他们就会觉得说我是在拿腔拿调，说我是那种就是玩弄人心，就是哎呀，我就会觉得说这个我就说不清，你不是说别人强迫你你就会从吗？我啥时候说的呀？这句话是我说的吗？在我的直播间里，这不是我的表达啊，可能你看错直播间了，或者记错主播了啊。我的直播间里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不会有这样的观点，所以也就是哎呀，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你感情接触的时候也可以发生关系之类的，我是真的不喜欢，是真的不喜欢。你看我对小孩儿，你看我是喜欢小孩儿，但是我也没有说一下我就要跟他发生关系的那种，我其实，在感情里，无论说是性还是感情，我其实都算是比较被动的一个人啊。
对。上次你大概的意思，见面你不会主动，这不是我，你一定记错了，孩子。啊，要不呢，我就是开玩笑说的，你可能分不清，主播的开玩笑的方式。这句话就完全不是我，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就熟悉我的人都知道，谁都强迫不了我，无论说你是谁 ，Who are you 啊？这明显就是不熟悉我的人会说出这种观点啊，不可能，我这么多年，谁他妈都强迫不了我啊，可能我开玩笑，然后你听不明白吧，啊，穿插在你的情感里说的，那可能是开玩笑说的吧，啊。天地间容纳不下的说法，对。其实我无形当中就是让很多人都觉得说，哎，我太会了。我相反，我觉得北京的这种风气真的不好。到现在，我哪怕我身边特别好的朋友，他们每周还是约。啊，就是我特别好的朋友，我就眼睁睁看他们就特别好的朋友啊。那你说就是好朋友之间，那肯定是三观是相同的，但不是我身边的两个好朋友，他们都喜欢约，那我就会觉得说，不是说自己比较高尚之类的。什么？主播的意思是他的思想和他开玩笑的方式，100个人只有1个人。小大夫说的，哦，对，确实我有的时候说话半真半假，有的人可能就看不懂啊。对呀，我就说北京的风气真的不好。我们这段时间都在聊的是什么？多人、开放，然后聊的是我之前没有接触的一些领域，就是我现在跟一些搞传媒的人就在聊，因为你们也知道，搞传媒的人可能会有一些思想上的一些突破，他们其实就是很在乎肉体上的欢愉。就这个人可能不是他的菜，但是就是一定要有肉体上的。然后包括就是他们看我的剧本，有的时候看我的剧本，我前2天写了一个剧本，写完了之后就被他们 pass 掉了，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好平淡。然后我大概知道我的故事的平淡的点，但是他的意思让我加一些比较刺激的东西，我说刺激的东西，我说这个东西可能大多数人还是接受不了的。就比如说我在我的剧情里边，我现在就采访一下，如果说我在我的剧情里加了一些比如说多人开放式，然后绿帽的这种情节，你们会喜欢吗？就是我采访一下，就我觉得我的直播间应该不太会喜欢这种情节吧，对，会呀，骚逼，我真的是，我直播间怎么，我就说我直播间怎么就是越来越奇怪了啊，混进来一些奇奇怪怪的人会，但现实不行，不要脸，你们注意点吧，其实性开放其实我觉得不是个好事儿
啊，我还是建议大家保守一点，把自己这点事儿玩明白了，再去尝试新的领域啊。起码就是我拍电视剧的话，我都不会拍那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啊。就是我的三观其实确实是，我的感情观确实是保守的啊，感情观确实是比较保守的。但是我确实我也幻想过，就是我说实在，我真的幻想过一些比较就是不是幻想过，就是我也喜欢看那种就是视频，但是我在感情里边还是不行啊。出现多久才可以？还没有，嗯，给他一个好的结局。我不想拍，我拍不了，我做不到。我觉得那种剧本就是，就是，就我不认同。对，我不认同。我其实是特别特别保守的一个人，所以你就像我这么多年我坚持的是什么？就是感情里不要出轨啊，感情里就是千万不要出轨。我就说过嘛，我就有那么一次出轨了，但是那个人就是我在喝多的时候，而且那个人其实跟我也总共在一起也不到2个月，然后就感情也比较淡，然后那个时候也感受不到俩人是情侣的关系，所以就出了个小轨啊。对，我确实是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其实其他的时候都没有。要么呢，就是我决定分手了呢，我才会跟别人接触的。对，属羊的，对啊，像吊着一口气一样紧紧啊，开放式关系，我感觉就吊着一口气一样，仅仅是在维系没分开的样子。不是我还是那句话，你看我在剧里边，我也有一段，就是我在剧里边不是有一段这个感情是三角恋的关系嘛，他也是有个6年的，然后他们是开放式关系的，就龙二那一段。然后我其实，在那段我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因为你要知道，大多数的同性的人是没有归属、没有安全感的，能明白吗？就大部分的通讯录是没有安全感的，没有归属感的，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这段感情可能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幻想了，或许有的人已经在外边出轨了，但是他们还在维系的点是，他们找不到另外的人了。能明白吗？就是很多人他其实处完一段长时间的感情，他之后一是他很累了，第二点他找不到更好的了，所以他就想着说，就给自己一个借口，就是说，这段感情我也保留，然后我再去尝试新的。如果说那边十全十美，我就会把这一段多年的感情就放弃掉了。我觉得大家都是保守的去在选择，能明白不？很多的开放式关系，我觉得他们都动过分手的念头，对，都动过分手的念头，只不过就是他们觉得没有安全感，对对，就是他们得确定那个锅里的确定是他的了，然后他再会把碗摔掉。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再一个吧，其实我之前我也没有那种感触，
但我现在我真的有一个什么感触呢？就是确实你谈完，因为我是第一段感情，我第一段感情超过2年嘛，我也不是说这个，就是我也不是说自己不自信了，我确实会觉得说，但凡你要谈过一段长时间的感情的话，你都会觉得说，好像感情就是这么回事儿了，能明白不？就是你谈过一段2年的感情，你就会大概的了解说啊，原来感情是这么回事儿，然后所有的感情大概率都是这么回事儿。你跟他分了之后，你再去重新跟别人开始，也会经历这些破事儿。反正就是这点事儿，完了你就不想再谈了，你也不想新的开始了，能明白不？就是你就比如说啊，有的人他为什么就是说，就是有的人他为什么那个什么，就是他不跟前任分手，然后跟你搞暧昧呢？因为他会觉得说跟前任分手之后，然后跟你再经历了跟前任的一些事儿，还是这么回事儿，而且你还不一定超过那个前任，就是反正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你谈了一段长时间的感情之后，你的领悟就是感情都一样，经历的步骤、一些流程、一些一些这个附加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事儿，基本上都一样，大同小异。对，就是麻烦了，觉得好像我已经，就有那种感觉，对，就有那种感觉，就是你看我是这么回事啊。我经常会玩游戏嘛，我会玩卡牌类游戏，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这个卡牌类游戏吧，我就一直没有抽到我想要的那个卡牌那个角色，然后有的卡牌类游戏一开始就给你1000抽，然后你这个卡牌你没抽到，然后你换一个账号再去抽下一个1000抽。然后等你换了3个账号都没抽到这个卡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原来这个卡牌不是说抽到的，是后期你能领到的。所以你哪怕你第3次你抽不到了，你再换一个新号，你都会觉得好无聊，因为我知道了，其实这张卡牌我是前期是抽不到的，我只能在后期去领到的。对。所以就大家就懒得换了，反正我现在我就不会再玩一个卡牌类游戏，我就不会再玩很多遍了。我之前是那种，玩3国类游戏，我就会频繁的抽啊，多点力呀。多什么力啊？小大夫啊，小大夫他自己，他做什么事儿那不是他应该的吗？小大夫努力不是他应该的吗？你想表达什么？因为他努力，所以要被肯定。就我会觉得说，人要学着独立，然后你的努力都是为了你自己，不是为了别人。就这些东西，对吧？这些东西都是就是要自己努力的呀。这个是我们，这已经过去了呀。已经过去了，你就什么乱七八糟的。对我来讲的话，所有人的努力都不是为了别人，而且其实在这个过程里边，你要明白一点
哦，哪怕你一开始是为了别人努力，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取得一些成绩的话，你会喜欢上那种感觉，而不是说还在纠结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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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也没有想再谈恋爱了，就一点儿都不想。一点感情的想法都没有，现在就想着说，好好上学，然后生活充实一点，这就是我希望的。还可以做一些想做没做的事儿。想做没做的事儿就是上学呀，我现在就是在做想做没做的事儿。我还是上学其实就是一直的想法，就把它落实掉。再说呗，先能考进去再说呗。拍点短片，拍点有质感的短片，拍点既文艺又商业的东西，比较，我觉得就是让子弹飞呀，就拍的很好啊，既文艺又商业。精神层面，对，精神层面很重要。精神层面很重要啊，感情的事儿不就那点事儿？哎呀，无聊死了。没那么需求。我觉得就是可能最好的感情就是俩人不确定关系，但是呢彼此又比较有自己的生活，然后又彼此都不乱，又能放心，然后谁也别就是不要同居，就想住在一起那就住一两天，然后就各有各的家，各有各的生活，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千万不要同居，我给大家建议就是，也不是说建议了，这个可能每个人都没经历过就不懂啊，就是同居真的会把好多事情都搞砸掉，就理性的去彼此有生活，然后不依赖，就挺好。像顾炮吗？你也可以不做呀。你什么叫顾炮呢？这你非得做吗？我是可以不做的啊。对，我现在对那个10也没有那么感兴趣啊，可以那个玩点别的嘛，对吧？你说的就是我和我的啊，挺好的，就是因为在一起生活之后会有很多很多的矛盾，
生活上的矛盾啊，责任呐、压力啊、家庭啊，好多好多的事儿。但我说这些话也不是适用于所有人，因为我会觉得说，你们还是要正常的去经历你们没经历的事儿。所以直播也好，包括别人的说法、一些观点，你们要去选择性的去听，不要觉得别人说的都是对的啊。而且就是你看我现在对性的一些理解，可能就不像，虽然说我现在自己的行为上还是比较保守，但是我就会觉得性这个东西啊，就你可以去去探索，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啊。每个人阶段不一样，那有的人他就是40岁的龄，他已经就是都没什么感觉了，那他玩点这个，那我觉得也是每个人的选择，我也不能说这就不对。那可能我30多岁的时候我是接受不了这个的，我包括现在别人跟我说这个的话，我看那种视频我都会觉得啊，但是我能理解了，因为人都是不同阶段下你做的选择，因为我没到这个阶段，我不知道你怎么回事儿。但确实北京上海的一些就是1线城市的 gay， 他们可能就是已经普普通通的那些东西已经达不到他们的兴奋点了，那你怎么办呢？对不对？那他就会这样，不能找了个对象，谈了两个月，他觉得我是个学生，不能天天在一起，把你踹了，正常，我们都被嫌弃过呀。我那个刚出社会的时候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刚出社会的时候我还喜欢女孩呢，我还喜欢女孩，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就是总喜欢上我们的女同事、女服务员嘛。然后呢，那女服务员就特别瞧不起我，然后她说，她的意思就是说你还小，你不知道其实大家想要的什么。我说那你想要的什么？他们说的很直白，他们说那你家里有多少地呀？彩礼能给多少啊？家里会在市区买房吗？你以后要不要？你就是那个家里有多少牲口啊？就这种，他可能就是女孩就是想的特别现实，然后就可能就觉得我不是一个好的另外结婚的对象。你好，严牙，他们就觉得说你不是好的结婚对象。你同样的就是那个就是你被嫌弃，因为你是学生也是一样的。有的人可能他找对象的阶段是他想有一个人陪伴他一起度过那些艰难的日子，或者说搭伙过日子，或者说有自己的小家，但你又是个学生，那你就是跟他的要求不匹配呀，是不是？又喜欢年纪小的，这很矛盾。人家喜欢年纪小的呀，人没什么矛盾的呀。说白了，你就是跟他的生活不是同步的嘛。那比如说人家30岁，人家就是今天下班了啊，我想吃个那个番茄炒蛋，好，那你在家能不能做呀？或者说我今天我想吃个佛跳墙，今天吃点好的，我想吃个佛跳墙，那你在家能不能做呀？你会不会做呀？好，你就算你会做，你愿意学，但是你买佛跳墙的钱，买那些材料的钱，你能不能拿得出啊？因为你是个学生，所以你拿不出。拿不出的时候，他在路上
哎，然后你找他要那个买菜的钱，那他心里什么感受呢？只因为大家其实都年轻啊，都想就是省点力气，能明白？这样能明白吗？嗯，生活有的时候就搭伙过日子了啊。你看我这么喜欢年纪小的，我也是希望在我工作累的时候，他能负担一些家庭的一些费用啊，这样才有意义啊，要不然什么都是我嘛。我就觉得你一开始是行的，但如果说有一天你不行的时候，因为现阶段那个经济有多不好啊，然后大家其实多多少少的都会经历没钱的阶段，或者钱不够花的阶段。两个人其实需要相互的去帮助的，只有一个人的付出，嗯，我没有花他的钱，我自己做家教。你没有花他的钱，你能给他钱吗？你没有花他的钱，你能给他钱吗？我想问一下，你自己做家教，你能给他钱吗？他如果没钱的时候，你把你的钱给他吗？你能多给他点钱吗？他也是个人，他在这个社会上，他也会有一无力感，他也想就是轻松一点，有个人对他好，他也想少走点弯路，他想走点捷径，太正常了，嗯。他才30岁，你别说他了，我现在35岁，我还是会有就是钱不够花的时候，我还是会为钱焦虑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人就想走点捷径，那怎么了？啊，非得跟你在一起，跟你在一起才是对的，跟你在一起才是那个就是那个高尚的、无瑕的，啊。那人家就想轻松一点，人家有对他更好的人，是不是？我真给了我的奖学金，1年全给你前任了，一年都给了，哎呀，留点啊。感情的事儿是真的，就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不同的选择，千万别按照你的想法去想别人，不行，他卖给你了，他也是他的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那怎么办呢？现在挣钱多难呢？现在这个阶段多难？有多少小孩现在看着你爸一天一天憔悴了，你爸这个那个鬓角都白了，你爸头发都白了，你爸那个瘦了，有多少人看是这样的？你们知道咋回事不？你们有体会到吗？现在有多难？现在就是但凡现在活得逍遥的人，都是之前可能攒下一些钱的，但是他能攒下的钱能维持多长时间都不一定。现在已经开始那个就是苦恼的人，都是因为之前没攒下钱的人，一点他妈存钱都没有，一点这个存钱意识都没有，所以这都是之前的事儿啊。点点点容纳不下的说法。他2我1，在我身上花2万，我给他1万。你说这个举例啊，我还寻思你为什么就是跟你对象1个月能花那么老多钱啊？
我现在我都非常节省了。我之前就是在北京咔咔打车打专车，然后去哪儿都100多，来回200多。现在我其实我也特别会整活，但凡是跟我不太熟悉且这个人可能对我有一些帮助的人，我跟他出门一定会打专车。但凡把他送到了以后，我回来的时候我就打个小快车，恨不得打个拼车，就是你还是要维系那个表面的那个体面的一个状态啊。2年我们一共花了2万啊，那很节省啊，那很节省。2年花2万，那很节省，一个月就省1000块钱嘛，一人800块钱，那很厉害。咱的钱是好的，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经济的低谷还会维系多长时间，攒点嘛。攒点吧。天地间容纳不下的说法，分了一下，分了也无所谓。孤独的时候，大家孤独的时候就去那个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儿，而且就孤独的时候，大家去看一些比较励志的一些片子。我其实特别建议大家把那个《北京女子图鉴》多看一看，或者说把那个《芝麻一》多看一看。芝麻一其实也没教大家多少，但是你《北京女子图鉴》可能就会让大家有很深的感触。就一个人怎么去面对感情，感情之后怎么去认识自己，对，怎么去规划自己，这些东西其实建议大家去看一看。《甄嬛传》其实也能教大家一些东西，但《甄嬛传》教的是可能成功了之后大家怎么去与人相处啊。但我觉得《女子图鉴》其实教的就很真实。孤独的时候就应该出去走走，没钱，你现在出门哪儿都花钱，打车也花钱，吃饭更花钱，太贵了，吃不起，丢得不起。我有一个朋友马上要来北京，然后我就说，那我实在不行带他去环球影城吧。环球影城的票价400多500多，我的妈呀！我要是陪他去1000块钱没了，一个破环球影城你这么贵啊？我都不理解。对呀，我说我在北京，我说那你要来看我的话，那我可能就也不知道带他去看啥啊，一个环球影城400-500块钱啊，你带他去，他就俩人就1000，这还不算车费啊。然后你在环球影城再吃点东西，我的妈呀，1200没了。但环球影城的那个有多少人去过环球影城？环球影城那个海参那个海参打卤面还蛮好吃的，100几啊，130好像是。海参打卤面挺好吃的，就是那个功夫熊猫那个馆儿，然后那边有个面馆，就是功夫熊猫他爹那个贺不是开面馆的吗？环球影城里边就是有一个就是功夫熊猫他爹开了一个面馆，那面馆还挺好吃。
太贵了，哎呀，太贵了！现在你想出去玩儿，真的是，那是平先生，那个好吃啊。还拍外剧吗？现在没钱，没投资，拍不了。天地间容纳不下的说法。呵呵呵呵呵，又憋什么坏呢？我没有啊，我就是我这两边他给我剪完，这两边他妈的就显得我脑袋特别方特别大，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就是韩国的那个就是什么狗舔的那个发型的那个固定的那个东西，它就是固定夹，然后就能把两边夹的特别服帖，这玩意儿。对，你让他收拾去，不行，我要烫，我都说了，我要烫头。然后他说你要烫的话，你这两边不能再收了，你太短的话烫不了。我要烫一个那个美式前刺。他说你必须得留这两边。我能拿你脸上吗？我这不是要烫的，等我烫完了再说。烫个美式前刺，咱们也年轻一把。烫完了，说不定年轻了，然后就可以演那个20多岁的那个小男孩了。我告诉你，现在演员就是20多岁的难找，30多岁的一大把一大把的也好找。20多岁因为我剧里都有那种就是20多岁的小男生，没有人能演，我又找不到演员，所以只能我自己上。天地间容纳不下的，都是15块钱快剪，那你肯定是在3、4线城市，2线城市都已经25了啊，都已经25了，1线城市都38、40多。广州那边剪头尤其的贵，深圳大棚对，那你就偏嘛。啊，你是那个深圳，你是那个电力的那个小孩是不是啊？1年赚2万块钱那个电力公司那个是不是？不是1个月赚2万，年薪赚20万的那个是不是啊？想起来了，你一说大鹏我想起来。天地间不下的说法。年薪赚20万，其实很厉害了，宝宝，珍惜啊，珍惜你现在的工作，别轻而易举的辞掉了啊，真挺好的，20万。你现在抖音上人人都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的，但一问赚多少钱，2500啊，珍惜你现在有的东西，等再过5年，你就能把一大批人甩到后边去，然后你想找什么对象你就找什么对象啊！等你35岁，财富自由的时候，你想找什么对象你就找什么对象啊！多攒点钱，然后那个买个车买个房，哎，全款买，好不好？你把别人甩在后边的感觉多好！1年20万，咱们就算5年吧，100万买不了房，10年嘛，200万也不够呛，在大棚能买啊，或者说你在市区，然后你付个首付，因为你1年肯定有20万嘛，完了你
就付贷款呗，啊，在深圳买个房，买辆车，啊，挺好，挺逍遥，挺好，羡慕你。他是他，不要在大棚买啊，不要在大棚买，就是我真的我要给大家传授一下我的那个，因为我也买了3、4套房嘛，我给大家就是如果说大家有不懂的，可以探讨嘛。就我的观点是什么呢？房子这个东西啊，我真的要给大家梳理一下，房子这个东西啊，一定要买地点要好的地方，哪怕就是什么，哪怕就是说贵，你哪怕买那种老破小，你都不要买郊区的那种大豪宅，因为特别是第一个房子啊，第一个房子大家普遍的啊，就是都会卖出去。你第一个房子可能不是你一辈子的房子，就有的人说不可能，我就这点钱，我这个肯定是一辈子房子，我不像你似的啊，你平常你就卖房子怎么样？这个房子我这一辈子好不容易买个房子，肯定是一辈子的房子，你不要给我扯这些东西啊！第一个房子基本上都会卖掉，因为第一个房子大家都是可能都偏向于居住，后期你有钱了，你就会想着改善，所以第一个房子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想着好出手的地方，千万不要买那种郊区，买那种什么，哎呀，就觉得说，哎，那环境挺好的，没用，啊，没用。当有一些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这个房子能变现，这个才是最大的作用。有的人说，那我买郊区，然后就是我为了住，你为了住，那你缺钱的时候咋整啊？啊，有很多人其实第一个房子的时候都考虑的不周全，都会有周转的情况，或者说你有钱了都会想改善，所以买房子第一考虑地点啊，一定要考虑地点。我就这么说，我卖了2套房子，我卖了2套房子，我那个房子卖的都特别快，但有的人卖那个房子他卖不出去，为什么？太偏了。我买的房子都是非常，就是地点都非常好的，所以我能卖得出去，能变钱，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谨记吧。有人说，那你想买惠州，买惠州你去不去住啊？如果说你不去住的话，可能惠州没有你们想象的好。房子这个东西你去住那是房子，你不去住那在那块空着啥用都没有，而且还占着钱，而且买完就亏钱啊！不要在惠州买啊！你就买个老破小啊，你就买个老破小就行，花不了多少钱，地点又好啊，这个是你们要去考虑的。车这个东西也是，第一辆车不要买那么好，因为第一辆车是给你来练手的，大家千万要记得这一点啊，真没用。第一辆车你买那么好，就纯粹的就是多余。你第一辆车肯定会刮刮碰碰的啊，而且未来你肯定会有钱的，你想换个好车啊，第一辆车别买那么好，买个普普通通的啊。你比如说就别买太高调的车，你撞了心疼。现在我就觉得大众是特别好的车啊。如果说我第一辆车买大众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的。现在可能也买不了大众，现在回不去了。但我觉得大众车真的很好，我特别喜欢那个大众的途观。哎呀妈，那个车怎么那么好看？又宽又大啊，这很男人，然后真好看啊！
30多，哎，20多万，30多万，好看，而且又实用。天地间容纳不下的说法。要出新剧了吗？没有，没钱。我最近在写剧本，但是没有拍。天地间容纳不下的说法。那是 AI 啊，那是 AI。你看剧了吗？我没看，我这2天就不吃饭，然后就特难受，就是特烦躁。都说我瘦了，那谁，我们那个数字朋友，他不也说我瘦了吗？我真瘦了吗？我真瘦了吗？说我那个有下颌线了。我们的数字朋友说我瘦了。脸小了，就瘦了呀，我也觉得瘦了，就脸尖了。等我烫完头更显年轻。别小看我，烫完头脸巨小，看着岁数特小。哎呀，我是不是得吃点东西，要不然晚上睡不着觉。烫了头可能少一个，少就少呗，反正平时也见不着你。这可能是我的晚餐。少吃碳水不行啊，碳水这个东西多诱人呐。碳水这个东西，我本来我也想说是吃一碗米饭，吃一小碗米饭就可以了，不行，控制不住，根本就控制不住。我就特别爱吃面条子，哎呀妈，大陆面我能造3碗大陆面，能吃个6两大陆面。天地间容纳不下的说法。吃肉多香啊！我不觉得吃肉香啊，我不爱吃肉啊。你们觉得吃肉香，我不觉得吃肉香，我觉得吃肉很腻啊。电影啥时候上？我没有电影要上啊。吃点鸡肉，不爱吃。我吃啥吃2顿就不爱吃了。前一段时间吃那个就是那个，哎呀，我这眼睛怎么这么红？吃那个前一段时间吃那个潮汕牛肉火锅，烫了点青菜，
然后就天天吃，天天吃，吃了3天，吃吐了，不行。他是他。所以说咱也没有那个毅力。我看他们都生吃，就，哎呀，把那个鸡胸肉都打碎了喝。哎呦我的妈！妈，我吃过鸡胸肉，那腥的呀！哎呦，啥时候出新剧？没有投资，现在不出。然后他打出汁儿，哎呦我的妈呀！我前一段时间吃那个减脂餐，我就是没吃过奇亚籽嘛，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奇亚籽和黄瓜汁儿，我的妈呀，那个味儿啊，怎么那么难咽呢？这玩意儿谁发明的？怎么这么难喝呀？所以我就说，我就少吃点儿，这每天能不吃就不吃。晚上我把它吃了，这个应该没有脂肪吧？我看看，能量、蛋白质、脂肪20%呢？那不行。西兰花有多难洗，你知道吗？西兰花有多难洗，你知道吗？西兰花是我觉得最难洗的一种菜，它里边那些小虫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在哪儿。我都不知道西兰花怎么洗，我的天！那我就感觉那东西全是虫子，关键它有农药啊。没有，我们说西兰花全是虫子。我们就是说那个吃什么东西，然后说吃西兰花，我说西兰花这玩意儿都不知道咋洗，全是虫子。一个西兰花，一个什么杨梅呀，感觉全是虫子。那就不要吃。你什么时候给我看看你屁股？这个猩猩将军，你什么时候给我发你的性感小照片？咱们就别扯那些没用的，给我发点好看的。认识这么久了，也就该上供了吧？你要是再不给我发的话，我真取关了。啊，认识这么久了，我觉得我对你已经耐心也是有限的，我一直都等着你主动发。
但我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啊，没有感觉到这个气氛不对吗？什么时候发？主动一点，我希望你们都主动一点，好不好？看了之后你就是我的人。我想看看屁股白白，就是这里很大，什么很大？大屁股啊！好了，吓到我，好了，快，行，我下播了，我要看大屁股啊，拜拜吧，眼睛睁不开。